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机会性感染，英文呢叫做 opportunistic infection 啊，就是有一定机会性的才能感染，字面上是这个意思哈。这个什么叫做机会性感染啊？那么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啊，没有听说过这个 medical term 啊，那么可能听说过什么呀？MRSA 啊，这个包括结核啊，包括 C. diff 啊，这些名词，我相信大家可能多少应该是听到过啊。那么其中结核，我相信是应该谁都听说过，是吧？那么这几个情况，其实就是说，刚才咱们提到这三个哈，C. diff 结核、MRSA，其实很多的时候它就是作为一种机会性感染存在的啊。那么这些细菌呢，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叫做什么？叫做这种机会性致病菌啊。那么当然，它有的时候也翻译成叫做什么条件致病菌啊，就是说它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啊，才能导致人体发病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如果说大家能理解到这个含义的话呢，那么应该对于所谓机会性感染啊，就有了一个总体上一个正确的理解了啊。也就是说，什么叫机会性感染或者条件性感染啊？或者说这个时候这些细菌为什么叫做机会性致病菌啊，或者条件致病菌啊？是因为在通常正常状态下，它不会导致感染啊，这就是它之所以被称为机会性感染的最根本的原因啊。下面我们说一下哈，你看 What is OI 啊？什么是这个机会性感染？是指什么免疫功能低下啊，或者是人体的一些保护性的屏障受损的人群中啊，那么由于平时不治病啊，或者是低毒力的微生物啊引起的感染。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但是有几个我觉得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哈。那么第一个啊，所以免疫功能低下啊，这个什么时候是免疫功能低下？那么要么是免疫系统本身有病啊，比如说像最著名的 HIV 感染导致的艾滋病啊，艾滋。那么这个它就是典型的导致咱们的人体 CD4 阳性 T 细胞减少啊，然后导致这种免疫功能下降啊，所以这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免疫功能低下。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比如说下边咱们看到啊，有什么放疗、化疗，对吧？有这个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包括激素啊，是吧？那么再说的，如果这个含义再广泛一点那如果你近期非常的疲劳啊，你的免疫功能也会低下啊。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说很奇怪，对不对？他说我也没有这些什么艾滋病啊、什么肿瘤啊，或者我接受什么放化疗啊，或者什么使用激素，我的什么都没有。那怎么我最近我就可能感染了某一个这种机会性致病菌导致的病呢啊？那么其实也是有原因，对吧？只不过这个原因好像不被人重视而已啊。你长期处在一种压力之下，身体非常疲劳啊，这种状态非常紧张啊，这种状态都会导致咱们的免疫功能下降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一场大病是吧？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然后导致肺炎啊，这一场大病下来，你的免疫功能也会下降啊。这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所以遇到这种免疫功能低下，大家不要说仅限于好像是什么艾滋病啊，或者是放化疗的病人啊，其实其他很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非常的常见。那么当然屏障受损，比如说大面积烧伤啊，那你皮肤表面有起水泡、有脱皮，是吧？你肯定这屏障受损的啊，这个也是容易导致机会性感染啊。那么还有呢，像什么后边咱们我黑体字突出的哈，不治病啊或低毒力，那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微生物治不治病啊，或者说这个细菌是好的还是坏的
简单讲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它是有益于人体的细菌还是有害于人体的细菌，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那么这个细菌其实很多的时候它处在一种就是平衡状态大家都知道咱们人体内是有很多细菌的人没有细菌人根本存活不了说这个人是无菌的人那他肯定是已经脱离了肉体凡胎了他就是肯定不是咱们说普通人不是凡人了不存在说一个人体内没有任何细菌的那么这些细菌实际上是对于咱们人体发挥正常的功能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肠道的这些细菌就帮助咱们把这些食物进行这种消化分解吸收这过程你没有肠道细菌参与呢根本人是达不到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这种营养的这种正常吸收的那么包括有一些细菌它对于人体是有保护作用的对吧你比如说女性这个阴道里面有正常菌群这个它是保持阴道一个弱酸性环境它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不是说一提细菌就一定有害人体内这一定是有正常的这种大量的细菌存在而且对人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状态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这个时候它就属于不治病对吧但是出现了某些异常情况以后那么原来某些不治病的细菌有可能就变成治病的细菌了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大肠杆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大肠杆菌E. coli 那么这个细菌它比如说是定植在咱们人体直肠结肠这一块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定植细菌没什么问题它是一个正常菌群但是如果由于某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导尿或者是这种排尿的时候有的时候尤其女性排尿的时候这个这种清洁它的方法可能有一些不正确你比如说咱们要求说是什么从前往后擦这个女性那么如果你反了从后往前擦清洁的话有可能把直肠肛门周围的细菌带到尿道是吧那么如果大肠杆菌进入了尿道进入了泌尿系统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菌群了这就是一个致病菌了所以它是在随时转化的那么还有呢像低毒力的是吧这些有一些细菌病毒它平时不会引起人体有什么疾病这个咱们后边提到一些这个病原微生物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没怎么听说过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于正常人体不构成什么危害毒力很低但是呢由于你这种机会给了机会以后免疫力下降了它这个毒力就发挥出来了就会引起这种感染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呢不管是细菌也好病毒也好真菌也好这些病原微生物或者说就是微生物那么它有的时候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就变成异常的就变成致病的了这些呢就统称为叫做机会性感染那么其中呢你像抗生素也是和机会性感染有很直接关系的是吧你比如说咱们都听说过这个抗生素为什么要严格控制严格把关不能随便使用高级广谱抗生素不能长期大量使用这种抗生素那么它都为了什么防止耐药性对吧同时还是为了什么一个是它对于细菌你用的太多了以后细菌它有耐药性了一个是什么它太广谱以后会导致咱们人体的正常菌群里大部分正常的细菌都被消灭掉了因为它没有选择性它这个广谱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覆盖所有细菌的这个菌群那么它用了以后是吧这个致病菌可能是也没了但是你人体的正常细菌估计也没了所以就会导致什么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这种腹泻那么这种腹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肠道正常菌群被大量的
这种大剂量抗生素消灭了，所以产生了异常菌群啊，这种异常菌群导致的腹泻啊，那么这就是也是很典型的一个机会性感染的一个表现形式啊。那么还有呢，你像什么糖尿病啊，是吧？这个早产儿啊，这都属于免疫力低下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分类哈，一些常见的问题。第一大类就是细菌啊。那么这个致病菌或者叫做致病的病原微生物啊。那么常见的细菌，比如说肺孢子菌，其实这个东西虽然是这么叫啊，但是它其实是一种真菌样的原虫啊。那么引起什么 PCP 啊，肺孢子菌肺炎。这个呢，如果大家学艾滋病、学免疫系统的时候，可能会接触到啊。一般你要是呼吸系统，其实这个都见得很少。那么第二个分支杆菌，主要就是其实最代表的、有代表性的就是结核啊。那么结核也是啊一个机会性致病菌，下边的绿脓杆菌呐、金葡菌呐、李斯特菌呐也都是啊。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啊，就是说它是常见的这种引起机会性致病菌的一些细菌啊。但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其实除了引起这种机会性致病菌的这种情况啊，作为机会性致病菌引起一些疾病以外啊，比如说引起这个败血症啊。皮肤感染，对吧？它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正常导致疾病，你就是有正常免疫力，它也会引起你感染啊。所以它是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菌株啊，或者说不同的情况下啊。那么当然，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作为条件致病菌啊，这个或者说叫做机会性致病菌，最典型的一个就是 MRSA 啊。那么第二大类哈，病毒。那么病毒呢，我们常说的有一些可以导致机会性感染的病毒啊，巨细胞病毒 CMV 啊，EB 病毒、单纯疱疹病毒，还有水痘啊，带状疱疹病毒这几个。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就是咱们最后这一行这个带状疱疹。那么它一般大家都知道啊，可能第一次感染的时候引起咱们小孩儿童期的水痘，然后呢，这个随着这个疾病的这个转为被治愈是吧，慢慢就好了，人体有正常的这种免疫力以后呢，它就会把这个水痘病毒啊就给它控制住了。但是有一些残存的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就隐藏在了咱们神经节里啊。那么过了很多年以后啊，你如果一直就是身体状态非常好啊，不存在这个免疫力下降的情况，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啊。但是呢，比如说等到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什么原因导致一场大病啊，然后你就发现，哎，怎么这个胸口这一块出了好多这种小疱疹呢？啊，就是两侧的这个肋骨啊，这种位置啊，这就是什么？隐藏在咱们神经节里的这种病毒啊，在你身体免疫力差的时候，再次的沿着神经分布啊，导致这种带状疱疹啊，这也是考试里边经常会提到、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啊。第三大类就是真菌哈，真菌呢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第一个白色念珠菌，简称白念啊。那么引起什么口咽部啊、食管啊、血型的感染，包括阴道的感染啊，这白色念珠菌啊。直肠肛门啊，这一般都见于什么？就是艾滋病的病人很多见啊。你看他口腔都是白的，舌苔子非常白啊。这有的时候，这个会阴区啊、阴道啊、肛门呐、这一块也会有这种白色念珠菌啊感染。那么后边还有一些像隐球菌呐、曲霉菌呐，是吧？毛霉菌啊，这都咱们可能平时都很少听到的哈。只有在这种机会存在的时候，它才会引起感染啊。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比如说正常成年人，身体状态非常好，你怎么见过谁得白色念珠菌感染是吧？基本上不会的啊。最后一大类呢就是寄生虫啊。那么这些寄生虫，你像弓形虫啊、什么隐孢子虫啊，这引起一些什么脑脓肿、腹泻啊，包括一些肺炎，其实也都有可能。那么这些东西啊，寄生虫啊，在正常的人体也是啊，早就把它都给消灭掉了啊，免疫力就把它消灭掉了。那你说这个人他从哪儿得的这些病啊？其实很多的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些细菌、病毒、真菌，包括寄生虫，空气里都有
咱们正常的呼吸啊，正常的接触啊，其实都会碰到，只不过是由于什么呀？这个机会没有给他，所以呢，他就不会导致发病。但是呢，你万一这个机会一旦有了，你天天还在接触，那它就会导致发病啊。好，那么看一下这个怎么治疗。第一个治疗叫做治标这当然我这是借用中医治标治本针对这个病原体的特异性的治疗，这其实是个治标那你说针对病因的治疗怎么还治标那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那比如说是个肺炎是吧？那你当然你说我用抗生素治疗这个肺炎链球菌这个细菌，那这个叫治本你要是说什么退烧什么补液呀是吧？这个雾化吸入排痰这些呢叫做治标在这种环境下呢是可以这么称呼的但是呢，对于这种机会性感染来讲你针对这个病原体的治疗，它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的一个治标它只是一个现象，你要针对这个现象进行对症治疗。比如说对这种 PCP 用这个抗生素是吧？复方新诺明是吧？对于什么念珠菌呢，咱们用福康唑对巨细胞病毒用抗病毒药更昔洛韦。对弓形虫用什么磺胺嘧啶加乙胺嘧啶，这个其实是虽然是针对它的病原体但是在咱们说的这个层次上，它是一个治标。那什么是治本呢？治本就是改善免疫功能，把你给它的这个机会关闭这才是治本。把你的免疫力恢复好它就不会再存在了那么比如说像艾滋病这种 HIV 感染，那么用一些治疗是吧？包括你如果有用的一些免疫制剂，用一些激素是吧？糖皮质激素，包括广谱抗生素，你把这些药呢该停的就要停掉你有的时候你这个不停，你永远治不好那感染永远治不好那么还有呢，像营养支持控制血糖这些都是治本让你的人体呢免疫力逐渐的恢复，这样呢这个根本的原因就已经给它去除了。那么我们看一下下边几个考试里边最常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 C. diff 我们中文叫做艰难梭菌。这个你看它也是一个正常的在肠道定植的一个细菌是有可能的。那么第二个呢，什么时候发病？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什么广谱抗生素破坏肠道菌群以后，导致这个异常的这个艰难梭菌异乎寻常的繁殖就大量繁殖。然后呢，这就属于什么呀？第一，它是个机会性感染；第二，和抗生素有关那么它一般发生在什么住院的病人，尤其时间比较长的病人那么老年人尤其是什么养老院里，这个比较容易多见就是多见免疫低下长期用抗生素就是这些本身是个老年人，然后由于某些疾病用了，比如说2个星期、3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广谱抗生素，一定要小心一出腹泻，马上要怀疑这个 C. diff 感染。那么第二，这不叫第二个菌了，这是一大类叫做 ESBL 产霉菌那么这个 ESBL 呢是什么呢？超广谱贝塔内酰胺酶那么它这个超广谱贝塔内酰胺酶呢，大家还记得，如果咱们之前那个有一个专门的专题讲的这个抗生素那个专题就是抗生素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什么贝塔内酰胺类抗生素，包括青霉素类包括这个头孢类是吧？还有什么单环的是吧？还有碳青霉烯这几大类。那么这个超广谱贝塔内酰胺酶呢，它就会把咱们这个抗生素抑制细胞壁合成的这个贝塔内酰胺呢给它转化了，所以就导致你抗生素无效那么常见的比如说这种超广谱贝塔内酰胺酶的这个有这个 E. coli 大肠杆菌克雷白菌、肠杆菌这些。那么这些呢，它其实也是本身可以作为一个肠道的正常菌群也是由于一些免疫力低下或者什么导尿什么插管这些问题导致这种感染。这个就属于什么？一个是机会性感染，第二个是特别提出这叫做超广谱贝塔内酰胺酶内药菌。第三个，这可以说也是非常常见，考题里非常常见的一个 MRSA 叫耐甲氧唌唎的金葡菌
或者叫做甲氧西林耐药株啊，这个金葡菌。那么它呢，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正常菌群定制在皮肤啊、鼻腔啊这个部位。那么在你有一些伤口啊、导管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致病菌了。那么它成为致病菌以后，也是基本上对于什么青霉素头孢基本都无效啊，所以就不好治啊。这个属于什么呢？机会性感染啊，加多重耐药啊。那么对于 C. diff， 我们首选万古霉素啊，但是如果只是腹泻的话，可以先用口服啊。那么这个 ESBL 就是超广谱贝塔内酰酶的这个耐药菌我们一般首选是碳青霉烯类比如说泰能啊。那么它呢，头孢类是无效的啊。最后一个 MSA 我们首选还是这个万古霉素vancomycin 啊，它呢是属于什么贝塔内酰胺类耐药啊。那么我们稍微拓展一点下面第一个就是这些细菌呢，其实不只是限于咱们上述的那几个还有一些比如大家可能在平时读书或者是考试里边遇见过MSA 咱不说了，这 VRE 这个可能是见到过，对吧？叫做什么万古霉素的长球菌你这个万古霉素就已经很厉害了，它连万古霉素都耐药那么还有什么这 PRSP 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那么第二大类是什么？多重耐药的革兰阴性菌刚才那个是阳性刚才这个是阳性的，下边这是革兰阴性的多重耐药菌ESBL 这咱不说了C2E 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大家想想这碳青霉烯就是泰能、美罗培南这些都耐药这就很厉害了所以这个可以说耐碳青霉烯这你就医生治起来很棘手你可选用的这个抗生素呢就非常少了还有这个 C2AB 是吧？耐碳青霉烯的包曼不动杆菌，这个一般都是在 ICU 用呼吸机的病人，这个可能会碰到。那么包括最后这个绿脓杆菌 MD2 那么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个 C. diff ESBL 产霉菌就是这个超广谱贝塔内酰胺酶的这个产霉菌还有这个 MSA 都属于什么呀？机会性致病菌或者是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医院里边获得性感染这种重要的病原体那么它和免疫力低下和一些操作有关系或者是和长期用广谱抗生素有关。那么其他还有像 VRE、C2E 是吧 ？C2AB 什么这些，我们治疗的核心原则第一个有病原学指导，这个是治疗细菌感染或者包括其他的病毒、真菌、寄生虫感染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有病原学的依据它到底是什么感染？你不能说什么感染都没弄清楚，咱就用药是吧？那就误打误撞是吧？那个机会胜利的机会就比较低是吧？你知道它是哪个病原体咱们针对性治疗。那么严格隔离严格隔离其实一个是说咱们日常的这种生活行为、护理行为都要注意。第二个呢，换药操作这些一定要严格一定要严格无菌。我们之前在临床过程中其实遇到过有一些非常困难的感染就是这种感染其实死亡率非常高，但是呢，你怎么治疗那么其中其实有一个治疗方法或者说关键点，就是你每一次的这种伤口的换药操作一定是严格无菌一定要严格无菌。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这个就人的肉眼看不见但是自然界的规律那是不会变的你觉得你消毒的好像可以，但如果你没有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的话，那细菌还是在上面你这时间一长，这个由急性感染变成慢性感染在神经外科的很多的疾病，那就会变得非常棘手了就很难治疗了。那么再有呢，抗菌药物管理是吧？这咱们要注意的，你不能什么咱上来是吧？随便个什么感染咱都用美罗培南是吧？这个碳青霉烯来那不行抗菌一定要有一个什么逐步的升级的原则，不能上来就用最顶头的药抗菌素的使用。
那么包括根本上呢，要恢复这种人体的免疫力这是最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这个感谢大家的收看这个欢迎呢大家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再见。